由秦昊、杨幂主演的谍战剧《哈尔滨1944》开播了。谍战题材的类型剧，秦昊是一番主演，而杨幂则是二番。剧中饰演的关雪正是特务科科长，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角色。这是杨幂首次出演谍战剧，而且人设还是一个大反派，与她以往在大荧幕中塑造的角色都不同，前期就引发期待。然而从《哈尔滨1944》首播观众反馈来看，评价并不佳。刚开场的剧情中，杨幂的演技就受到审判，她经常会有一些让人出戏的小表情，比如会下意识抿嘴，不管是说话的时候还是不说的时候。在打斗戏中，杨幂还出现了五官乱飞的情况，锁眉瞪眼成了发狠表情的标配，感觉全脸都在狠狠用力，表示疼痛也依然是锁眉瞪眼，嘴再微微张开一点，显得杨幂面部更为扭曲了。表示生气愤怒的时候，杨幂的表演还是锁眉瞪眼又加了个歪嘴，这个画面感觉是会被拿来做表情包的程度。思考推理的时候依然是瞪眼抿嘴，总之就是杨幂只要有情绪表达，就老是这么几个套路化表情来回使用。另外因为杨幂饰演的是特务科科长，非常气派，所以她要表现出很酷的样子，但杨幂的功力似乎还有些不足，总有一些强端着的感觉。有观众评价，杨幂的演技模板化依然是这么明显，而且非常出戏，把反派演成了巫婆的既视感。而且提起美女特务，大家自然而然会想起《伪装者》中王鸥饰演的汪曼春。这次杨幂剧中的角色设定与汪曼春几乎是一模一样，这就免不了被拿来对比。尴尬的是，观众们几乎是一边倒的觉得还是王鸥的汪曼春塑造的更好，演出了蛇蝎美人的感觉，甚至在杨幂这次的衬托下更 get 到了汪曼春的魅力。这样直白的对比无疑是让杨幂很尴尬。然而更尴尬的是，杨幂现在连颜值都有滑坡的趋势了，可能是因为确实年龄大了一些，杨幂脸上总有一种疲惫感，又因为很瘦，脸和脖子几乎是皮包骨，就更显得老态了，还看起来有种头大身子小的感觉。这种状态或许走走红毯可以，但是放在这种题材的剧里，一下子就全暴露了。还有杨幂一直以来都存在的仪态问题，脖子前倾非常明显，戴上帽子就显得更严重了。而且从很多角度来看，杨幂的鼻孔看上去特别奇怪，鼻孔洞甚至都快和眼睛一般大了。杨幂之前素以美貌著称，在古偶剧里更是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大美人。这次她出演的虽然不是古偶剧，也不可能一味强调美貌，可是颜值掉分太多，几乎没有几个好看的镜头，反而常常被捉到脸崩的镜头。网友也不免吐槽，导演张黎审美不行，杨幂有良心的话还是别演戏了。一部出彩的作品不能一味强调演员的美感，但美感也是作品成功的一大要素。好的作品并不一定就得把演员拍得苦大仇深，有功底的导演往往能两者兼备，比如王家卫导演的《繁花》，既有美感又有深意。纵观网友对杨幂在新剧中的表现，吐槽的最多的就是台词和演技了，不少网友排着队打1星，吐槽杨幂的台词太差，质问杨幂台词是烫嘴吗？如果不看字幕根本听不清，咬字不清，想狠又狠不起来的感觉，很多词说的比较模糊，需要字幕才能进行分辨。有网友甚至吐槽这部剧像是外国片一样，杨幂的台词功底还让赵丽颖粉丝下场嘲讽，直言杨幂的演技和赵丽颖没法比。不过因为杨幂是原声，赵丽颖在《与凤行》中却是配音，杨幂粉丝也回怼对方，让你正主开原声演剧吧。另一个备受吐槽的点自然是演技了，网友的吐槽也是五花八门。有网友感慨，口碑透支的下场就是杨幂这样，越努力越心酸。还有人调侃，秦昊加1分，题材加1分，杨幂扣3分，演技劝退。其实仔细看网友的差评，几乎都是针对杨幂，她的台词、演技、状态被吐槽的体无完肤。网友吐槽她作为科班出身的老演员，还专门请了表演老师，还是给秦昊拖了后腿。更让人扎心的是，不少网友吐槽杨幂的演技远不如王鸥。王鸥在《伪装者》中扮演的汪曼春也是反派特务头子，但无论演技和状态都远超杨幂。网友也直言，珠玉在前，怎么也没法超越。王鸥的作品并不算多，汪曼春算是她的代表角色。剧中的汪曼春
既美貌出众又凶残狠毒。整部剧下来，王鸥每个镜头都很漂亮，几乎没有脸崩的时候，却演出了蛇蝎美人的感觉，和杨幂的关雪反差不可谓不大。当然，这部剧也并非全是差评，也有不少网友觉得杨幂进步不小。其实她这一次不再追求美貌的呈现，也算是一大进步。但既然杨幂想要更进一步，便不能怪网友对她要求严苛了。其实，在哈尔滨1944官宣的时候，还因为杨幂排在秦昊后当二番引起了不小的争议。当时她本人亲自下场，表示好的剧本、好的角色更重要，甚至还在拍摄过程请了表演老师纠正自己的演技习惯。可见她对这部剧的重视和期许。只是口号喊再好，征服观众的还得是演技实力。虽然开播遭遇了差评，但是杨幂的态度至少应该值得鼓励。就希望他能继续保持住求变的决心吧。但其实在开播之前，就有很多人唱衰这部剧。果不其然，哈尔滨1944又是一部雷声大雨点小的谍战剧。本以为张黎执导、秦昊、杨幂主演3大卫视联播会重现谍战荣光，没想到却给观众当头一棒。从首播质感来看，本剧无论是故事还是人设，都远远低于预期，很多细节根本经不住推敲。比如说，特务科审问犯人请来的医生，请了几次竟然都不调查医生背景，后面把尸体运走，直接丢到了荒郊野外，不做任何处理。而且医生的汽车一直跟在卡车后面，车厢上的警卫全程没有发觉，这是特务科培养出来的人。特务科到火车站抓人，都已经快追上医生了，却突然朝天鸣枪，导致人群四散而逃，给自己增加难度。这智商放在前行者也是相当炸裂。医生把烟斗藏在铁轨下面，被毫不相干的人轻易发现并取走，甚至此人开枪伤人之后，还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逃走。巡警渡边在非礼谢月的时候，被钢笔戳中脖子，那个地方可是颈动脉啊！可镜头给到伤口，不仅没有血涌而出，反而像擦破了皮，甚至谢月身上没有一点血迹。关雪和宋卓文相遇那一段，俩人莫名其妙凝视起来，镜头感给人一种看偶像剧的感觉，差点以为他们是阔别多年的老情人。而且关雪这个人设完全站不住脚啊！且不说他是如何从难民升到特务科科长的，光是他的级别就不够这个职位。剧中关雪的肩章是一条金线，3个梅花星章，这是当时哈尔滨警察厅的警佐警衔，相当于一个中级干部，充其量也就算个股长。参考悬崖里特务科科长高斌的警衔，满地金一颗星，妥妥的警政，这才符合历史。可这部剧却让关雪直接升了2级，足以见得编剧对人物的刻画就没有做到精益求精。喝了多少假酒啊！关雪作为特务科科长，按道理说应该是本剧最厉害的反派，就算达不到高斌那种不怒自威的程度，至少也不能拖后腿。可目前这个人物没有任何出彩之处，甚至给人一种言行不一、前后不着调的感觉。下属没有调查医生背景，导致重要线索丢失。他曾说过不能找同一个人做同一件事，这说明他是一个心思缜密、城府很深的人。可当他看到宋卓文后，却立刻变成了恋爱脑，不调查他消失这几年的背景，甚至还当着一群男下属的面提拔他进入特务科。果不其然，男三胡斌醋坛子撒一地，好好的谍战剧瞬间开始争风吃醋起来。看到后面的剧情截图，竟然还有抢婚的情节，编剧真有你的！还有调查巡警渡边被害的那场戏，宋卓文明明没有加入特务科，却能跟着大家一起去案发现场，这也太不严谨了吧！这段分析案情的推理戏，通常应该是谍战剧最出彩的环节，可关雪和宋卓文你一言我一语，两人就像提前串好了台词一样，没有一点紧张感，把其他在场的警察都当成了工具人。而且宋卓文又不是法医，他竟然能说出第一次伤害血管伤的不是很深，第2次才是致命伤的分析，这都没有引起关雪的怀疑。这种水平的特务科科长能活到1944年，简直就是奇迹。至于杨幂的演技，在粉丝眼中绝对是一点毛病没有，但作为一个普通观众，只能用差强人意来形容。尤其杨幂的台词、嘴型和字幕好像根本就对不上，底气不足，全靠嗓子喊，根本没有那种大特务的气势啊！众所周知，一部谍战剧要想获得成功，
只有正派出彩是远远不够的，反派的发挥往往才是作品口碑的关键。从收视率也可以看出，本剧3个卫视加起来都没有破1，说明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谍战剧何时会再次出现？悬崖、风筝这样的佳作，依旧任重而道远。